怎么了？啊？怎么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了？我梦见我在街上，身无分文。我们全家啊？就我一个人。不会，你放心吧，不会的，有我在呢啊，没事了，别担心啊，没事的，那是梦，别担心啊，没事了啊，睡觉吧，睡吧，别吵了多多了，他也该睡了。哎呀，不就是爬山嘛，我也很擅长。切，跟爬山、爬树那种可不一样，比那难多了。我不信，要不我们比比看？这位同学，不虚心是不好的。如果你爬得比我快，我就虚心。来。向前冲，追了美淡的笑容，눈落空。再见，再见。1、1、2、1、2。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有规定，上课期间除了学生和教练，其他人不能进。那我办张3年卡行吧？东林，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来健身呀。介黄老师，陪我练练吧。你会吗？你会多少，我就会多少。行。那你们先练，我去趟洗手间。介黄老师，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明白，彩虹父母不赞同你们在一起交往。我和彩虹之间的感情与他父母无关。得不到家庭祝福的感情，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们会一起努力，赢得他父母的认可。明珠阿姨心目当中的女婿，向来都是我。但彩虹喜欢的人是我。丈母娘不喜欢你，彩虹喜欢有什么用？我跟彩虹在一起，是宪法赋予的自由。好。
事吧？没事。东林，你也还好吧？我去给你拿个冰袋敷一下吧。不用了。你不用管我。我是真的很脆弱，尤其那次。没事吧？回来了。你刚才见到彩虹了？见到了，还见到了那个季华。哦。看来我真的要习惯单身汉的生活了。擦泪。你真的要这么做吗？肌肉肯定是很僵硬的，才能够投出这样的篮下球 ，Amo 不容易啊，打到篮板，打过了。刚才这个球，我觉得真的投不进比投进的。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怎么一直都打不通呀？不会把我拉黑了吧？你怎么得罪他了？也不能算是得罪吧，就是想跟他划清一下界限。可能他也觉得应当和我拉开距离吧。其实我昨天晚上一直都没有睡好，总觉得心里吧，好像有点空落落的。你说这么些年了，我觉得他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他就突然这样，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的，总觉得世界上好像少了点什么。现在想起东林的好了吧？不是，他上次非得让季黄给他挑鱼刺，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哎，这要是搁你，他让夏风在那挑鱼刺，你还不得上去抽他呀？那人家是因为喜欢你才吃醋啊。其实东林真的挺好的，我原来一直以为你们俩能在一块儿，可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我挺理解他的。其实我心里空落落的，不是因为没了爱情，是友情。我真的挺不想失去他这个朋友的，也不想大家吧为了一些小事生了和气。其实你们俩都闹过多少回了，再怎么天翻地覆，都是东林先回头。要不然你再挺几天，他肯定扛不住。这次不会了，我有预感，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韩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觉得还挺难过的，因为我吧，我以前还幻想过，他以后会和季黄成为朋友，我们两家住在一个小区，一起长大，一起变老，以后孩子也一起玩，大家一起纠结该上哪个幼儿园才好。等变老了呢，大家就去一个养老院。
没事在外面打打牌、晒晒太阳什么的，最好一起和这个世界 say goodbye。好啦，别难过了。那你人生版图要不要这么美好呀？光想着东林跟东林一起变老，那我呢？我就不在你的人生版图里。你瞎说，你肯定在啊，你必须得在，你也得跟我住一个小区。等到时候咱们就几家组团，一起去旅游。好啊。那不哭了？哎呀，好啦，没事儿啊。你听我解释啊，何老师和季老师共用一间办公室，不是戏里的安排。办公室很紧张，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只能安排到讲师这一集。我猜想啊，可能是这么个原因。你看啊，何老师是季老师的助教，他们会经常在一起工作，所以呢，季老师啊就允许何老师用一下他的办公室。是这样啊，我家彩虹这孩子呀，就是心特别软，也听话，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这个他跟季老师又是上下级的关系吧，他也不好说什么。我担心的是季老师，他会利用彩虹的这个心理啊，暗示或者是胁迫彩虹，搞一些工作以外的不正当的关系。暗示、胁迫，有这么严重吗？季老师啊，追求我们家彩虹，彩虹心里呀不愿意，但是他们是上下级，又共处一室，嘴上不敢说什么。哎呀，女孩子嘛都害羞，我跟他爸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家长到系里来找您，想求系领导出面干预一下这件事儿。这个难道季老师对何老师有过什么不妥当的言行吗？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啊，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苗头，我们也要尽早铲除，对不对？他们都是成年人。再说呢，何老师啊也没向我投诉，恐怕系里面不方便干预啊。那要是一定要闹到投诉这个份上，可就不合适了。我想这系里总要关心一下何老师的身心健康吧。反正呢，我们做家长的今天已经来找您谈过了。万一何彩虹要是因为这件事儿心理上或者是精神上得了什么疾病的话，那就别说我们没跟学校反映过啊，系里就要负完全的责任。好，你看这样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啊，我抽空找他们好好谈谈啊。那给领导添麻烦了。好，谢谢啊，谢谢。好，请。庞主任，留步，再见啊，再见。若琪，放首音乐。好的，为您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影视剧歌曲。孟老师，何老师啊。就是上次我跟您说的那篇论文，张爱玲的那篇，大纲我写好了，您帮我看看。好。呀，手写的。我电脑坏了，在图书馆边查资料就边写了，这还只是个框架，您别介意，我做的尽量详细了。好，哎呀，好漂亮的字啊！行，我看看啊。谢谢孟老师。好。何老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好。庞主任，季老师允许我用他的办公室，一来呢，他并不是天天来；二来，我是他的助教，我平时得帮他改作业、改卷子什么的。
我为什么不能用他的办公室呢？啊，何老师，你和季老师呢都是新来的教师，男女有别，共用一间办公室容易传出闲话，对于你们俩的声誉都不大好。谁传什么闲话了？有人反映季老师利用他指导教师的职权，逼迫你和他建立同事以外的关系呢。逼迫？季老师从没逼迫我干任何事，到底是谁在造谣？庞主任，我和季老师是同事，他是我的男朋友，我未婚他未娶，合理合法。哎，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来，坐下说，坐下说啊。何老师，你是我们系的优秀毕业生，而季老师呢，也是我们花了大力气到北京去挖来的人才。我对你们俩期望很高啊。你们年轻人怎么相处，我不管，只希望你们俩能够善始善终，不要捅出什么娄子来。不然的话，真要出了什么事，系里边想保你们都很难。我明白。何老师，我想啊，你们俩还是不要共用一间办公室为好，避避嫌嘛。再说，谈恋爱也不是非要在同一间办公室。你要是累了想休息了，就去系里的休息室嘛。那好吧。好。哦，对了，何老师，你和季老师的事，要和你母亲好好的沟通沟通啊。我妈？季皇，系里说不让我们共用一个办公室。要是我已经上交了，庞主任找过你没有？找过了。他跟你说什么了？也跟你说了差不多。对不起啊，这个小报告多半是我妈打的，这是她做事的风格。你妈也给我妈打电话了，也提到这件事。她这是要搞全面打击。她跟你妈妈说了什么？这个，茄子豆角。这很简单啊。Amber， 干系的外套10点12分务必送给我司机。早5分钟他不在，晚1分钟他也不在。Amber， 我需要广告部去年的4季度的客户名单，要么你10分钟内发给我，要么你明天就不用来了。
Amber， 在我办公室左边第一个抽屉的绿色文件夹里有一份合同，你马上传真给破案公司的陈总。Andrew， 弱智，圆周率。为您播报圆周率3.1259263348275028841233456 Amber， 进来一下。Andrew， 这是什么？这是垃圾鱼啊，俗称是水族缸里的清道夫。这里原来有6条鱼，6条，6是一个美丽的数字。你加上1只，那算怎么回事？7，你知道7有多讨厌吗？它又是奇数，又不能被3整除。我每一天一到办公室，一想到这里有7条鱼，7条，7场8蛇，7贼8蛇，7手8脚，7零8落，一下子就把我的脑子都弄得乱七八糟。Andrew， 这鱼缸里的6条金鱼很快就要到产卵期了，里面很快就会有很多的鱼卵。以现在的这个水温，很容易发霉的。你别看这条鱼长得丑，但是它能吃绿藻，还能吃细菌，它一天可以吃3000多颗鱼卵呢。我要你现在立即把这只肮脏、丑陋、讨厌的东西拿走。Andrew， 这鱼缸里要是有鱼卵的话，会严重污染到金鱼的生存环境。有这只垃圾在，会严重污染我的眼球。我要你扔掉。可是它是一条小生命啊！扔掉。只能跟我在一起了。有人不喜欢你，但是我也不能抛弃你呀。喂？你给我进来。Andrew， 你是不是把这个弄翻了？里面的文件全乱了。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一不小心就给撞翻了。我都弄好了。立即把它们恢复成原状。我不知道原状是什么，这些文件是尼寇之前整理的。尼寇，你过来一下。韩青把我的文件搞乱了，我知道他们都在老位子上。Andrew， 尼寇这2天不是快生了吗？如果你不把他们弄乱，他就不用来了。如果他把孩子生在这里，那也是你造成的。
今天教你的是我的拿手酸辣酱，香醋1勺，橄榄油1勺，再加点黄酒、白芝麻，最后黑胡椒。然后接下来切洋葱。哇，切成小丁待用。你刀工可以啊。可以。其实我妈和我口味有点挑，但是我爸就还好，反正什么都吃也好养活。他中午出车的时候吧，有时候就馒头就点咸菜就可以吃了。那怎么行？工作越忙，营养越要跟上。这么快就好了，谢谢你，季师傅，谢谢。如果咱俩以后要是失业了，可以去开饭店呀。到时候你做菜，我去送外卖。可以啊。给。谢谢季师傅。那我走啦。爸妈，你们看看，我带什么回来了？什么呀？啊？好东西。你是去哪儿了？这是这么高级啊！啊，等等啊，噔噔噔噔！哎，这个太精致了耶！漂亮！哎呀，行吧。你这是去哪儿了呀？啊？行了，别光看着我，快尝尝吧。来，尝尝，来尝尝。哎呀，等等，这味儿怎么这么熟啊？让我想想，多多满月酒的时候，不是在那个特别高档的餐厅吗？那天吃的那个菜就是这个味儿。那餐厅可贵了，你这买这么多花多少钱啊？哎呀，你管钱干什么呀？你喜欢吃不就完了吗？对，哎，你赶紧吃吧你啊！孩子一片孝心啊！来，喝点绿茶啊！我再给你拿一瓶去啊！哎呀，糊涂啊！配上这绿茶刚好。什么呀？这绿茶吧，那个得是配这个，这是饭后甜点是不是？得配着饭后甜点吃。你这个土鳖呀！绿茶配甜点。就是啊，何大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理想生活？理想生活，反正我一直撑都觉得理想就实现了。你瞅瞅你爸，臭一土鳖，你真让人笑话你。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像咱家今天这日子，那就是理想生活。你看看，想吃高档餐厅的吧，出去甭管多少钱买回来，是吧？然后呢，吃完饭还有绿茶配甜点，这就是小资的理想生活。哎呦妈，你想的这个理想生活其实不难实现。傻丫头，不容易的。要是你跟了那个什么季老师，那就很难过上这样的日子了。行了妈，你别说了，你吃这个吧。我先弄一块啊，我弄一块，先把我嘴堵上啊。哟，这是什么呀？我试试吃。哎呦，里面有什么？怎么样吧？怎么样这个？我感觉这个肉应该蘸麻酱吃。不是这么吃的，你吃都不会吃啊你。我出的考卷你看了？题目不多，却很不好答。相信任何一个学生一时半会儿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这种试题呢，让所有的学生都觉得有话可说，会绞尽脑汁把试卷都填满，但是究竟能答对多少呢？又没把握。换句话说，
这种试卷会让大家觉得考得很差，对分数的心理预期呢就很低。这样的话，你给他一个正常或者稍微偏低一点的分数，他也不会恨你。这不就是给改卷的何老师留了很大的余地吗？主任好。主任好。这个系里的事你还得抓紧啊。好。我想我。从我给他当助理的头2个星期，体重掉了8斤。尼寇，真对不起，你都快生了，还把你叫过来。没事儿，我挺得住。你也要挺住。上次咱们不是已经交接过了吗？有件事儿要特别跟你交代一下。你听说过艾斯伯格综合症吗？不太清楚。这是一种不会影响到智商的自闭症，很多的科学家、数学家，甚至是诺贝尔奖得主都有这种病的。它的主要症状是人际关系障碍，也就是缺乏对他人心理和情绪的推测能力。那 Andrew 他，请绝对保密，这件事只有他的家人和助理知道。我也是上一个助理特别提醒我的。有的时候他会突然间停止说话，躲起来干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有的时候他不拿正眼看你，说话也不大会考虑你的感受，显得特别无情。那我需要注意什么吗？要他改变是很难的，你只能尽量的宽容和理解吧。其实跟他工作这么长时间呢，我能感觉到他是在努力的适应着周围的一切。比如说他尽量回避公共场合，少说话，免得被人抓住把柄。他不理睬你呢，是因为你还没有走进他的世界。如果你走进了他的世界，被他的内心所接纳，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可爱、很善良的人。所以我告诉你是希望你知道他有这么一种情况，如果真的碰到，也不要生气，也不要觉得委屈。很多时候他都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了，尼寇，谢谢你告诉我。给。秦家在生意上会有很多的对手和敌人，一点小事都会被挖出来大做文章，所以你要保护他的名誉。好，我会的。好了，这些资料就放在那儿吧，你用的时候呢，按照标记去拿就好了。得反过来吧。哎，我来扶你。怎么了？肚子好疼。尼寇，你是不是要生了？我去叫救护车。
Amber，你是夏风的妻子？嗯，夏风以前经常来我们编辑部，还给我们写过专栏呢。当时的编辑就是我俩挺熟的。那朱莉，我想问你个事情。你知道夏风为什么被裁员吗？就是因为陈爽抢了他的单子。抢了？就是龙森集团那个200万的广告订单，当时是夏风拿过来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到了陈爽手里。就因为这个呀，夏风对陈爽大打出手，都闹到了彭总监那儿。彭总监向着陈爽啊，夏风连他也一起骂了，这不就得罪了彭总监？后来彭总监就借着裁员的机会把他给辞了。哦，我知道了，朱莉，谢谢你告诉我。哎呀，广告部内部斗争很厉害的，互相竞争的现象也很常见。就是可怜了夏风啊，他人又好，写的又好，求他帮忙就没有不答应的。他对工作真的很上心。哎，我听丽丽说你们俩是大学同学。我们一个寝室的。你别跟他走太近。你这个位置啊，本来是他想要的，谁要挡了他的路，他是见鬼杀鬼，见佛杀佛，到时候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自己小心一点。哦。丽丽，你怎么吃上泡面了？在加班啊，没有时间出去吃饭啊。哎，你认识朱莉？不太熟，刚刚认识的，打个招呼。你离他远一点儿，他这个人超爱八卦，说人长短的。他是 Maggie 的亲信，本来你这个位置 Maggie 是要推荐他的，结果半路杀出来个你，你说说，他得多恨你？韩青，不是 Amber， 你刚入行，是这个行业的新人，而且又在这么一个敏感又重要的位置上，大家都想巴结你，所以你要记住，交友要谨慎，站队要看清形势。你可不想重蹈夏风的后辙吧？反正目前看起来，你最能相信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我会保护你的。对了，我想跟你谈一下下一期公众号的选题，策划案你扣发给你了吧？发给我了，我看过了。Andrew 他什么意见？他主张放弃，因为觉得江澄澄太难请，团队又太难打交道，他怕你白费功夫。那他一会儿有时间吗？没有。他在干嘛呀？丽丽，我不太方便透露他的日程安排，你理解的。Taurus 现在内部竞争激烈，你来到这儿就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保持原则，好好表现是对的。我理解。那回头见，加油。Andrew， 您收到我的工作邮件了吗？ Amber 在处理。Amber 他不让我见你，还拦截了邮件。关于江澄澄的专访，我不同意。Andrew， 像江澄澄这样的一线女星是有很强的带货能力的，粉丝都非常的疯狂。上一次她代言了一家面膜，1分钟就卖掉了3万盒。你不要在她那里浪费时间。上一次苏东雨的专访，让我们的杂志提升了很大的知名度，我们应该乘胜追击才对。如果这一期能够访问到江澄澄的话，销量绝对是猛增的。张晨晨以前是苏东雨的女朋友，他们两个的关系还是很好。我不认为他会愿意接受我们杂志的专访。让我去试一下吧。Andrew， 刊物的销量已经下滑了30%，30%啊！您不着急吗？我知道，这一期的访问是一个挑战，而且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对于 Taurus 来说，只要有一线的机会，我都会争取的。张晨晨以前是苏东雨的女朋友，他们两个的关系还是很好。我不认为他会愿意接受我们杂志的专访。让我去试一下吧。Andrew， 刊物的销量已经下滑了30%，30%啊！您不着急吗？
我知道，这一期的访问是一个挑战，而且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对于托尔斯来说，只要有一线的机会，我都会争取的。好，祝你成功。谢谢 Andrew。我还在加班呢，在做江长城的策划案。谢天谢地 ，Andrew 他终于同意了。不过这事儿能不能成还不知道呢。现在成本预算太高，我担心总编他不批啊。你干嘛这么纠结？刚给你发短信你都不回，差多少？他不批我批。这怎么行啊？这不成我自费了吗？你既然要成功，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自费就自费呗。那不叫成功好吗？我要是自己掏钱去请江澄澄的话，那Maggie他们知道不笑掉大牙了。我告诉你啊，冬雨，我这个人什么牌都能出，什么戏也都能演，但唯独对这份工作，我是非常认真的。我知道，心疼你啊，没日没夜的加班。说吧，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忙。哎，冬雨，你跟江澄澄现在还有联系吗？他真的不好请，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呀？你想让我们联系？当然不想，不过这事儿你得帮我啊。我们早就分手了，现在是普通朋友，而且他档期很紧张。算了，不用你帮了，我自己想办法吧。别啊！好了，为了你，我愿意厚一次脸皮，交给我吧。怎么了？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了。什么话？你知道吗，冬雨？这么多年来，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是靠我自己的。像交给我这样的话，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过了。我知道，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什么人能照顾你。你把我当亲人吧，以后所有的事情不要自己扛，交给我吧。好，交给我吧。中午的菜单有点变化，分别是鳕鱼、羊排、龙虾，还有鹅肝，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知道。小月，我负责橄榄、柠檬、辣椒、沙拉酱，还有所有汤。谢师傅，我负责鱼和其他配料。小夏，卸货、点货之后切配菜。货到了没有？还没，已经过了40分钟了。那货车总是晚到。夏师傅，火车到了，准备卸货。哎，好。哎，我跟你去，大家开始准备。好。好。货都卸完了，您是转账还是现结啊？你晚了40分钟。堵车啊！货我们不要了，你迟到，逼我们改菜单。你怎么不早说啊？我货都卸完了，你才说。告诉你老板，明天同一时间再送同样的货，你晚1分钟我们就不给钱。你耍我是不是？信不信老子一拳？开玩笑，是你迟到。我们餐馆要是指望你的话，我们今天就关门了。是我耍你，还是你耍我？老子不干了！信不信我把货就扔在这里？随便，这边饭只这么多，我保证，只要你转身，他们就一哄而上。呀，爸妈回来啦！啊！哎呦，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闺女把饭都做好了呀。我今儿先到家，我就给你们把饭都做了，谢谢吧。还真像模像样的呢。真的假的？这是我姑娘会烧菜了。以后啊，只要我先到家，我就给你们把饭做好，你们俩呢就只管好好的休息就行了啊。哎呦，
这女儿长大了，知道孝顺父母了。这儿还有绿茶呢，你们吃了饭以后啊，可以喝。你瞧我姑娘啊，这个围裙一戴，像模像样的，这博士改厨师了啊。像大厨的样。最后一个啊，你们看啊，这是你们俩明天的午饭，一人一盒，外加小点心。闺女啊，你妈和你爸还没有老到做不动饭的程度。哎呀，以后我下班回来做就行，你别累着啊。姑娘，我知道你孝顺，不过这个幸福啊来得太突然了，而且是来势汹汹的，都让我们有点承受不住了。怎么承受不住呀？快尝尝吧。来，尝尝。好，吃女儿的饭菜。怎么样？味道好。是吗？那我也来尝尝。跟我手艺不相上下。挺好的。哎呦，这个是好像有点淡了，我盐好像放少了。不少。我跟你爸爸年纪越来越大了，少吃点盐好，有好处。对，这咸中有味儿，淡中鲜。行，那你们多吃点啊。这些呢，我先给你们放到厨房啊。好吃。东宇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我又正好有空，这个面子我不能不给。江小姐，您这么支持 Taurus， 我真的太感谢了。我们一定会拿出100%的努力，完成这一次的拍摄。100%都不指望。我看了你们的策划案，这包装的档次需要提高吧？不符合我们程程的定位。我们可是带着3支广告来 Taurus 的，太寒酸的话，让我们怎么见人？您这一次的拍摄是我们杂志今年头等大事儿。等时间定下来，我们会根据你们的定位还有要求详细的修改，保证你满意，好吗？哦，你们这回一共需要几天的时间？5天，如果方便的话，安排在这个月的第3周就更好了。这个月不行，档期太紧了。再紧张也匀出来几天吧，这可是东宇亲自求我的。好吧。那就20到24号，太感谢了。这里面第1张是服装品牌的单子，我们程程只穿这些品牌的衣服，请务必在这个范围内挑选。第2张有12个话题，你们在采访的时候不可以提及，更不可以问他。还有第3张是随行人员的名单以及接待标准，您看一下。摄影师的话，请找 Jerry Tong， 他不来我们不去，地点在鲁星堡。拍完之后，所有的样片我们需要审看。看来你们都已经安排妥当了，那还有什么我们能做的事儿吗？有啊，报销经费。喂，东宇啊。我正跟你的哈尼见面呢。不谢，但是东宇，你这回可欠我一个大人情呢。没有关系，你要是还没想好怎么还，那我们见面说。咱们的这个家呀，真幸福。那边盒饭才卖10块钱，你干嘛老从家里带饭呀？车里又没冰箱，你以为你开着奔驰呢？嘿嘿，这你就不懂啦。要饱家中饭，要暖粗布衣。你瞧。这是我大闺女亲手给我做的。哎呦，知道咱没地方热饭去，看看啊，这儿还有保温桶呢，还热乎呢。老何，你可太享福了，老婆能干，挣的比你多，女儿又孝顺又听话。家里2宝争先恐后的伺候你。哎呀，什么是幸福啊？这就是幸福啊！哎，别说，你这个貌似大老粗，还是个文化人呢啊！不瞒您说啊，咱从小就生长在文化家庭里啊，不是，咱长期待在文化家庭里哦。可是，就我没文化。哎呀，说实话，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娘俩。你也不错呀，最近行情见长，挣了不少吧？还真是，
听你的主意卖了2股，还真赚了不少。可以吧？这可真得谢谢你啊！客气。是不是啊？一定的。哎，爸妈，真巧哎！你瞧瞧，让我猜中了吧？这时候我姑娘准来。你就是这种小事儿聪明。彩虹，走，爸爸请你们下馆子去。哟妈，今儿什么好日子呀？不知道。哎，不是好日子，我就不能请你们娘俩吃饭了。你看，你有没有感觉你爸爸现在说话气儿特粗啊？哎，爸妈，要不你们俩去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晚上约了人，还有事儿。干嘛？约了谁呀？啊？谁能比你陪你爸你妈吃饭还重要啊？赶紧走吧。你爸呀，不容易请客，特抠门，还不抓紧机会。你说到点子上了。哎，走，请你大吃一顿。哎，你到底发什么财了你啊？您随便点。哎，彩虹，彩虹，来了啊！哎，彩虹，来了。哎呀，你这也太浪费了，何大陆，你叫了这么多菜，你吃得完吗？哎呀，你不是一直跟我嚷嚷说没吃过鲍鱼海参吗？这回让你一次吃个够啊！让你一次吃个够。哎，行了，你就算赚了2破钱，也不能这么糟蹋。你看看，一个顶仨呀你啊！咱不能攒点啊！你一说就钱，钱算什么东西啊？钱是王八蛋，花了再赚。哎，这个你放心，我这还有点呢。哎，再说了，这1年到头了，你说咱们3口来过几回馆子呀？哎呦，那是因为我妈在家做饭做的太好吃了，我不想下馆子。哎，姑娘说的这话对。是。你妈做的那个饭当然好吃了，哎呦，那个样啊，那个色呀，那个好，你们年轻人爱吃的不要的，不要的，好吃的不要的。当然了，你妈做饭也辛苦啊，是不是？啊，是什么呀？瞧瞧，哎，这是……等会儿，哎呦，是爸。不老，我是老了不假，但你看彩虹，你看看你妈哪点老了？不老，一点都不老。你瞧瞧她，哎，那手机里是怎么说了？你叫，哇，你长得这么好看，这么好看怎么办？别跟你爸糊弄我。我现在正式告诉你啊，大明星都没有你好看。有没有点正经啊？你说等你7、80岁了，你再照，你还不得埋怨我一辈子啊？照什么照啊？我知道你是赚了点小钱啊，你不能这么糟蹋吧？咱得留着呀，咱家等换市区房子呢。哎呀，是，这有电梯的大房子呢，咱是得买，但小日子也得过嘛啊！哎呀妈，你就照吧。你听我说，你照一定特别好看。不去，哎，我爸难得浪漫一回，就照吧。好，奖励奖励。哎呦，
我也有啊，还给姑娘带份儿了呢。当然了，小时候没给买，谢谢爸爸，大了给补上。真好，一粒小花生。彩虹啊，你看爸跟妈这半辈子都是平平凡凡的，辛辛苦苦的也没挣下多少像样的家当。不过我跟你妈呀，就是2片不值钱的花生壳，这里边呢就包着嫩嫩的、白白的花生米。这花生米就是你呀，就是我跟你妈的骄傲。有了你呀，爸妈这一辈子就没白活啊！哎呦，呛到了。我觉得您就是生错了年代，没多读书。妈，我觉得我爸特有智慧。刚才我爸爸说的都快，我要哭了。哎呀，行了，孩子，你爸你也真是的。哎，你别跟你妈学行不行？动不动就来酸我，你真是。哎，何大路，打是亲，骂是爱，你懂吧？哎，行，赶紧吃菜吧。好，来，吃，赶紧吃，来，我给你夹啊。哎，来，行，谢谢妈妈啊。你吃，最爱吃的啊。哎，你们先过去。好。何大路，苏小安，哎呀，好久不见。来，一块吃点啊！来，一块。不走，我朋友还在等我呢。我看见你们就过来打个招呼。那个，您认识苏伯伯呀？当然认识了，我们岂止是认识啊！我们俩以前呐，哎呦，那得说20几年前，我们俩都是一个车间的工人，我是田工，他是电工。哎，你妈妈卫校毕业以后啊，就到这个车间里面当了几年的车工，然后才调到卫生室的。是吗？但是他们两个一起在幼儿园是一个班。是吗？当然了，我和安子，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就是死乞白赖的追过你妈。你赢了。哎呦，什么我赢？我赢了，但是你发了。几十年都老了，那可不，你看我这白头发一根一根的，但是有一个人没变，那就是咱们厂里美丽的厂花李明珠同学啊。哎，你看你这个头发怎么到这边来了？你看谁呀你？是啊，只有明珠没变。我说的是真心话，来，这是我的名片。哦，哎呦，真精致啊！我约了朋友谈事情，就不打扰你们了。有空常联络。哎呀，联络啊！一块儿吧，安子。哎呦，苏少安，哎，你改名字了？做生意嘛，名字啊得大气一点，就改一个字。是大气，你看看多大气呀！大家大财呀，真是啊！哎呦，行，真是你一块儿吧。哦，不打扰你们了啊，回头见。苏伯伯再见。嘿，瞧这名片印的。哎，行了，客人走了，咱们也吃吧啊。妈，你吃点这个。哎，你说这个安子离开我们厂以后，他去哪儿了？哎，当初他爷爷和你妈妈的爷爷，那是咱们市里有名的大资本家呀。只不过因为这个时代啊，就落魄了。哎，听说他们家在海外还有不少资产呢。行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总提他干什么呀？要不是刚才你认出他来，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彩虹，你别看啊，就是那小安子啊，他小时候可有点怂，现在人家可是一表人才啊。但是他那时候他认死理儿，所以经常跟人吵。别的不说，就光我替他打架打了多少回啊！哎，是
哎呀，当然了，现在人家是成了大老板了。哎，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哎，爸，那个苏伯伯呀，就是苏东林他爸。哦对，东林是他儿子。哎呦，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哎，这也怪我也没见过他爸爸几回，也不知道他爸爸以前叫什么苏小安呀。是挺巧的啊。哎，明珠，我就认为啊，有时候这个缘分这个事儿啊，你必须得相信。哎，你看，你比如说啊，你跟安子，哎，你们没什么缘分吧？哎，但是东林和我们家彩虹就是有缘分呐。有完没完了？放着这么多菜不吃，净提那些破事儿干什么？当着孩子的面让人笑话。吃饭，吃饭，叫这么多菜不吃都浪费了。吃。你再讲讲呗，我特想听。其实啊，他们让我说的啊，其实说你妈精明，你妈也很精明；说你妈不精明呢，她也不精明。你想啊，当初她要是嫁给了苏小安，现在早吃香的喝辣的，什么没有啊？你有车房。行了，我当初也就是在一个电工和一个钳工之间选择一个而已。哎呦，爸，你这说什么呢？那谁说有钱就一定会幸福呀？哎，我就觉得您对我妈特别好。哎，你说你再说一遍。我说有钱的不一定能幸福，我觉得您对我妈特别好。当然了，你妈呢嫁给了我，确实吃亏了。哎，不对，那是吃大亏了啊！你这辈子嫁给了我，就等于做了一项扶贫工程啊。是啊，你爸确实没能耐，这大半辈子呢也没混出个人样来，到现在还是一名开出租的，这市区的电梯房也买不起。确实啊，对不起你妈。胡说什么？来，我敬你一杯。敬什么敬啊？神经兮兮的。老婆，谢谢你，几十年没嫌弃我这个大老粗。我先干为敬。我的笔不见了。我没碰过您的笔，这是我的笔，您可以先用着。我不用别人的笔，我只用自己的笔。您办公室也不可能只有一支笔吧？我在这只用这一支。那好，那我帮您找一下。您最后一次在哪儿看到他的呀？这种琐碎的事，我会记得吗？那您今天用过它吗？没有。昨天呢？如果你10分钟内还没找到的话，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那为了寻找线索，您总得回答我几个问题吧？你问。您自己找过没有？找了。每一个角落都找过？是的。
不然我不会对你说他不见了。我相信您，那他肯定在别的地方。您有带他回家的习惯吗？我不会带他离开这层楼。可是您昨天外出了3次，有2次是去开会的，会不会落在别人的会议室了？需要我重复吗？我不会带他离开这层楼。我需要用我的笔，你马上立刻去找他。您昨天拿它写过文件、签过字，对吗？对，昨天。那您会不会是把它带去洗手间了？谁会在洗手间办公？那边有桌子吗？那您中午吃什么了？会不会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当成筷子一类的垃圾给扔掉了？午餐不是你订的吗？吃汉堡用筷子吗？只剩下2分钟，如果你还没找到，就准备滚吧。那下午呢？会议室的下午茶您参加了吧？您吃什么了？我没吃，我就在冰箱里拿了一听冰红茶。您等我一下。安哲，您的笔找到了，落在冰箱里了。来，尝尝这个。口味很独特。我就说嘛，煮熟的面条味道都是一样的，但是还没煮熟的面条味道各有不同。我觉得您下次可以加点什么花生酱啊，或者是蜂蜜试试，味道会更好。不，我就喜欢原味。哦。唉，打从我进 Taurus 这么多年。托儿从来都没有批过这么高的预算，尤其是在平媒不景气的今天。哼，唉，大牌的商业价值本来就高，它来上方面效果当然不一样了。花钱谁不会啊？到时候这期卖得好，就又成了丽丽的功劳。岂不知啊，这辉煌都是钱堆出来的。Julie， 预算是批的比较高。但是跟江澄澄带来的3支广告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江澄澄是一般人能请得到的吗？这中间需要很多的运作和人脉。不信你去试试，看看人家的经纪人会不会点头呢？新媒体部就是个跳板，从他来这儿的第1天起，就想做中国的安娜温图尔，眼里盯着的只怕是总编的位置吧。这没什么错，对他来讲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咱们杂志社的前身叫《都市与生活》，总编就是他的父亲郭清明，出版界的前辈，人是走了，人脉还在呢。来，头再靠近点。好，笑一个。哎，好了。哎，等一下，等一下，爸妈，要不再换一套西式的婚纱怎么样？去，不，别拍了，别拍了，干嘛别拍了？必须的！让你妈弄身婚纱配上，我也弄身西服穿上，再弄台旗杆穿上。你可算了，你多大岁数了？你不嫌丢人呢？好看呢，妈，肯定好看的。好看什么？我们又不是小姑娘、小小子，既然来了嘛，你就必须得照上啊！照吧。哎，那小姑娘，你帮我这鱼尾纹弄一下。好的。哎呦喂，这瞪俩眼说瞎话，哪有鱼尾纹啊？这个有的，你别瞎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看一下头发。好了，好。哎，爸妈，你们
再换个姿势吧，再拍点啊！来来，我换个姿势啊，你坐着。我坐着呀，我坐啊这。我这样。哎，行，这个好。哎，就这个啊。哎，真的。腿。哎呀。这也太漂亮了吧！哎呀妈，好看啊，真好看！我这高跟鞋穿的。来啊！哎，爸，你来个求婚的。好，来个求婚。这样行不行？不对吧？你别让人孩子笑话，你会吗？这是最时髦的，点赞。点赞。喂，是我，少安。有事吗？我要见你，现在。我不太方便啊。我有话要对你说，就在你们医院对面的咖啡厅，好吗？好吧。谁呀？小胡，他找我有点事儿，你给我到前面停一下啊。啊，用不用我接你啊？不用了，我完事之后顺便买点菜。哦，不用买菜了吗？晚上我做饭吧。啊，嘿嘿，还做上瘾来了啊！将来我开个大饭店，一定聘请你为行政主厨。算了吧，做你的大头梦吧。就是停吧，停吧。妈，再见啊！哎，早点回来，慢点啊！哎。爸，要不前面停吧，正好有个书店，我去逛一下。哦，好吧。嗯，那我停这儿了啊。行。好，谢谢爸，拜拜。拜拜。明珠，你不幸福，我看得出来。让我帮你，让我解救你。我很幸福，我老公对我很好，我女儿很孝顺。没想到何大陆这么不争气，混到现在还是个开出租车的。依他当年吹嘘的论调，好歹也应该是个厂长吧。关于这件事儿，我早就想明白了，8尺的命得不了1丈。我认了，明珠。少安，我们俩之间就此打住吧。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来电话。明珠，对不起，是我把话说错了。事隔这么多年，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就这样吧，让开。我坐公交回去。进。Andrew， 我想跟您报告个事情。前2天尼寇在这整理文件的时候，突然肚子疼，我叫了120，她已经生了。我的预算表呢 ？Andrew， 我觉得咱们应该去看看她吧，给她买点礼物什么的，毕竟人家是特地来帮忙的。Amber， 我需要立即找到今年的预算表。左边第2个盒子里面，中间那个文件夹。Andrew， 作为您的助理，我觉得您这么处理不够周到。毕竟她都快生了，还过来。我需要去银行。
你去叫司机。可是我觉得您……什么可是？哪有那么多的可是？拿着这个跟我走。你要是效率还这么低的话，说什么生孩子之类的废话，你会被开除。韩青，陈爽你好。哎，按照新助理真的是你啊？请多多指教。哦，哪里，还请你多关照我呢。会的。夏风的事情，请不要听信一些片面之词，大家以前都是朋友嘛。你不用解释这么多。那你不介意吧？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双子座，但家庭是我的底线。你撬了我老公的单子，还跟我说是朋友。问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不要公报私仇哦。怎么会呢？我从来都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我从来不会公报私仇，我只会私报私仇。Amber 入葬的那天，我在他的棺木前坐了3个小时，正确的时间192分钟。Amber， 我的未婚妻。您的未婚妻也叫 Amber？ 对 ，Amber 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可是，那我也叫这个名字不太合适吧？那个 Amber 已经去世了，车祸。还好她的脸没有撞坏，化妆师也把她画得好像活着一样。她戴着我母亲送给她的项链，你知道当时她的睫毛有多少根吗？左眼上面有126根，下面72根；右眼上面有141根，下面69根。我跟她之间发生过的事，我都想不起来了。但我还记得他的棺材上有21颗钉子。我是不是很奇怪？我是不是来错了星球？您不奇怪。我父母都是广东人，从来不沾辣椒，但我天生就爱吃辣。您觉得奇怪吗？不奇怪。所以啊，千姿百态才是生活，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您是在以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您的未婚妻。你们家阿秀啊，今年要是再怀不上啊，去那个花园街领养一个。那个17栋的冯玉婷知道吧？哎呀，也是这个情况啊。真的？哎呦，这养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责任的。这如果这孩子要是身体不好啊，宁可不要。哎，老何家的彩虹知道吧？都是博士生了，这孩子长得多水灵啊，又聪明又孝顺又懂事。哎，我看那个李明珠啊，就是有眼光，硬把福利院里最漂亮的小女婴给挑回来了。要知道那边要挑个手脚齐全的，可真难挑啊。不是吧？我听说的版本啊，不是在福利院挑的，是在医院报的。哎呦，我怎么就没去报一个呢？我那2个儿子啃起老来可真是……哎呀，彩虹回来了。阿姨们好，回来了。买的什么菜啊？一些鸡蛋、肉还有菜什么的。哦，红烧肉卤蛋。对，就是这道。啊，好，阿姨们，那我先回去了。好。